相府贪赃抄家，其府中婢女尽数发配边关。今日军营者奉旨将他们配给守城立功将士，被选中者为将士妻，余下充军营杂工，不得私自离开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一旦进了苦役营，就得没日没夜的干粗活，在这冰天雪地里，绝对活不过半个月。前2个时辰，我还是现代家喻户晓的著名钓鱼佬，如今竟穿越成了受牵连发配的罪奴。这开局真是比空军还惨。这世道要是想活命，就得靠实力了。这身形，这核心力量，这臂展，绝佳的抛竿和遛鱼好手啊！拉个100斤巨物绝对不在话下。就他了，这体格在边关，绝对是顶级的生存配置。此次前营立功晋升共12人，你们按战功高低依次择期。楚大哥，我看你对此事无甚兴趣，不如小弟开个头，给你打个样，如何？这楚明征真是个汉子，选媳妇儿都不积极。楚明征，意下如何？无所谓，你先挑。女人娇气有麻烦，如今营里缺粮，我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再养个女人纯粹是浪费口粮，远不如让我多杀几个敌人换赏钱来的实在。果然是个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莽夫。此女容貌端庄，我愿领回去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这王总旗家里在边关有些底子，跟着他不用挨饿受冻。哎呀，青青，看来姐姐运气好，先走一步了。你可得赶紧让楚明征把你挑走。虽说他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，但总比被送去苦役营等死强呀。娇娇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要是闲得慌，去把风雪吃饱，少在我面前放屁，少在我面前放屁。你真是不识好歹，活该你等会儿被送去干苦力。不用等了，我就跟他。哼，楚穷鬼，既然这女人自己愿意，你就领回去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营里断粮了，你们家连半粒米都没有，自己想办法活命去。跟上。我家里穷，交不起营里的孝敬钱，长官不给发平价粮，这半个馍你留着，省着点啃，能多活2日。我去后山泡点树皮。自己都快饿死了，还守着底线，把唯一的口粮留给女人。这男人人品绝对过关。我不吃这石头，拿上铁锹跟我走。前面10里就是黑龙河，我弄肉给你吃，我弄肉给你吃。去河边，河面冰层厚达3尺，何况冬天底下的鱼全都冬眠了，根本抓不到。你疯了吗？别废话，按我说的做。用现代钓鱼人特有的水文分析法，观察冰片下的暗流。就是这里，回水湾底下绝对有深坑，是冷水鱼越冬的藏身地。嘘，看票。哟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呢，原来是跟这个穷鬼来冰河上吹冷风啊！楚明征，你婆娘脑子坏了吧？你婆娘脑子坏了吧？这黑龙河冬天要是能钓上鱼，老子把这冰块吃下去！肉鱼，楚明征，拉线！别硬拽，顺着他的力道放一点，再收，溜他！出水！这怎么可能？穷鬼怎么能抓到这么大的鱼？30斤的大飞鱼啊，在这饥寒交迫的边关，这就是无价之宝。楚明征，你欠了营里2个月的军需费，
既然你捞到了这么好的鱼，这鱼本官就直接征用了，拿去冲抵的欠款。是啊，青青，我相公可是你们的上官，你们穷日子过惯了，这么好的鱼，理应孝敬长官。这么好的鱼，理应孝敬长官。反抗上官是死罪，我自己穷命一条无所谓，但我不能拖累刚进门的林青。孝敬你大爷！大越朝边军律第7卷写得很清楚，凡遇大雪封山、粮道断绝之时，军户自身于营外所得之物，皆归私人所有。长官若以私债为由强行抢夺，视为克扣军资，按律当斩。怎么，王总旗，你是想知法犯法，拿你性命来换这条鱼吗？没想到一个流放的女子竟然对军律倒背如流。边关大将军最恨下面人中饱私囊，若真闹上去，讨不了好。边关大将军最恨下面人中饱私囊，若真闹上去，讨不了好。你少拿律法压我！那就试试看。今日这鱼是我林青钓上来的，谁敢动一下，我拼着鱼死网破，也要去大将军帐前敲一敲那名媛骨！疯婆娘，算你狠！舅舅，我们走。还愣着干嘛？把鱼扛回去，本姑娘今天亲自下厨，给你熬鱼骨弄汤。常年因贫穷和冷眼而卑微的心底突然温暖了起来。好，我的命以后是你的。去，烧火，把锅里那点血水烧开。我这辈子都在军营里摸爬滚打，还没被女人这么使唤过。这鱼大，腥味重，关键在去腥线。难道你以前杀过鱼？我杀的鱼比你见过的鱼都多。鱼肉片下来做生鱼片，鱼头和鱼骨熬汤。咱们今天吃顿好的，补补你这亏空的底子，趁热喝。鲜香瞬间炸裂在口腔里，温热的暖流顺着食道一路滑进胃里，原本隐隐作痛的左臂伤口竟然泛起了一阵舒服的温热感。好喝！我这辈子从没喝过这么鲜的汤。尝尝这个，这是鱼腹上最肥嫩的肉。这肉居然不腥，还带着甜味。这叫水产的馈赠。百户大人，您在吗？我们几个想来借点火种熬点树皮粥。大人，营里彻底断粮了，兄弟们实在熬不住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这不是楚百户手下的几个穷兵吗？怎么饿得连树皮都要啃啦？青青啊，我相公刚去库房领了半斤杂粮面，这大雪天能吃上口热乎的，简直是神仙日子。你跟着楚明征，怕是连树皮都吃不上热的吧？要不我求求相公，赏你一口洗碗水。沈娇娇，这杂粮糊你自己留着慢慢品吧。这是肉汤，你怎么可能把那么腥的死鱼做得这么香？手里这半斤杂粮面，感觉像猪食一样可笑。把你们的破陶罐扔了，一人盛一碗肉汤，吃饱了再出去。在这人命如草芥的边关，居然有人愿意把救命的肉分给我们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大嫂。这个女人不仅有本事，更有收拢人心的格局。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不就是运气好抓了一条鱼吗？吃完这顿，看你们明天饿不死！哼，我还治不了你。都慢点吃，吃饱了有活儿给你们干。大嫂，您吩咐，吃你一口肉，我们这条命就是您的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皱眉。不上刀山，也不下火海，去后山把那些没人要的韧藤条，还有废弃的牛筋线，全部给我收集过来，越多越好。要那些废弃的藤笛做什么？当柴烧吗？烧柴，那叫暴殄天物。一条鱼只能救急，救不了一冬。我要带你们编迷魂地龙，我们要把黑龙河底下过冬的鱼一网打尽。大嫂，这长条状的网兜能抓到鱼？这叫迷魂阵，也叫地龙。鱼儿为了找吃的，顺着水流从这个大口子钻进来，但等到它吃饱了想退出去时，这个向内收缩的漏斗口就会把它卡死。进来容易，出去门儿都没有。此等精妙的机关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若是用在兵法上，设在峡谷隘口，敌军必有来无回。楚百户脑子转得挺快嘛，不过现在咱们得先填饱肚子，这叫科技改变生活。走，下网！顺着水流的方向，把地龙沉下去，底部必须贴住河床，牛根线绑死在岸边的石头上，做好标记。
大嫂，这样就行了。行了，回去睡觉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保护。我知道，这死气沉沉的边关，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彻底活了。大嫂，这水面冰得死死的，那些破藤条筐子真能抓到鱼？废话少说，试试就知道了。石头，过来拉线。哎呦，大嫂，地下好像挂住大石头了，拉不动啊！不是挂底，是满仓了。楚明章，带他们一起上拔河。1、2、3，拉！天哪，鱼全是鱼，神了！大嫂真是神仙下凡啊！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却从未见过这种兵不血刃就能获取如此多食物的神奇手段。别愣着，这才第一个，剩下的9个全拉上来。发财了！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肉。大嫂，从今往后，你让我们往东，我们绝不往西。起来，跟着我，以后顿顿吃肉。把鱼装车，回营。楚瞎子他们在哪儿弄的这么多鱼？天哪，这么多肉，够吃一整个冬天了。我原本以为林青跟了穷鬼会饿死，结果人家第2天就拉回几百斤鱼，我手里的杂粮面馒头瞬间就不香了。相公，你看他们肯定偷了军资，绝不能便宜了那个贱人。赵管事，楚明征私藏大量军需物资。好你个楚明征，大营正缺粮，你敢私自捞鱼不上报？所有食物必须由后勤统一调配。来人，推到后府去，晚上给军官们加餐。这是我娘子带人打上来的命，谁敢动？把刀收起来。一旦楚明征拔刀砍长官，有理也便死罪。对付这种贪官，根本不需要动武。赵管事好大的官威，你说要统一调配，行啊。我且问你，上个月朝廷拨下来冬粮去了哪里？为何各位兄弟每天只能喝汤？军粮肯定早就被他们调卖了。这鱼尽复除，是给大家吃还是你卖钱？你个罪女休要胡言乱语，想造反吗？造反的是你！大越律法，克扣军粮者杀无赦。你今天敢抢我一条鱼，我明天就敢把这全营兄弟挨饿的惨状写成血书，递到巡按御史的案头上。兄弟们，这鱼是我林青带人抓的。我楚家虽然穷，但绝不吃毒贩。石头发鱼，凡是今天站在这里的底层兄弟，一人领1条回去熬汤。我倒要看看赵管事今天不敢的把兄弟们手里的活命粮给抢走。发鱼！谁敢抢楚百户的鱼，我们就跟他拼了！对，凭什么长官吃香喝辣，我们就得饿死？楚夫人仁义，我们誓死护着楚夫人！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用区区几10条鱼，瞬间断卖了全营底层士兵的命。法不责众，若是激起兵变，我长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！楚明征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本想看林青被抓，结果林青不仅保住了鱼，快走快走，还成了全营士兵的大恩人。我那颗封闭多年的心，彻底被这个女人折服了。她不仅懂奇门遁甲，还懂军心权谋，有她在，何愁不能翻身？媳妇儿，剩下的几百斤鱼全听你安排。鱼吃不完会坏，全营都知道咱们有鱼，以后肯定还有麻烦。大嫂，那怎么办？全部宰杀，用粗盐腌制，挂在外面冻成风干腊鱼。等做好了，我带你们去黑市，咱们赚第1桶金，给全队换铁甲钢刀。大嫂，这鱼都冻得跟石头一样了，那帮黑市的商人真愿意掏钱买吗？这不叫冻死鱼，这叫急冻雪灵鱼。在这大雪封山的边关，新鲜的肉就是硬通货，而且咱们今天不要钱。不要钱，那要什么？大越朝的铜钱在这边关花不了，以物易物，换粗盐，换棉花，最重要的是换金铁。私自交易金铁可是大罪，黑市那些商人狡猾得很，怕是不肯轻易换给我们。放心，只要东西好，商人没有不敢做的买卖。出发，今天带你们去见识见识什么叫降为商战。就在这儿，卸车摆摊。大嫂，咱们怎么吆喝呀？我没干过买卖。不用吆喝，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素的烹饪方式。生火，架锅，把你出门前带的鱼腹肉拿出来烤。
好香的肉味，这是什么肉？天哪，那是鱼！这么大的肥鱼，大冬天的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人是黑子里最大的商贾金老板，平时专做垄断生意，心黑手狠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几个穷军户，大冬天的在哪儿抠出几条死鱼来显摆？行了，本老板今天心情好，这车鱼我全包了，这是1两银子。推着你们的破车，跟我去后院卸货吧。1两银子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们这可是200斤极品大肥鱼，哪怕按平时猪肉的价格，也至少值10两银子。小兔崽子，怎么跟金老板说话的？在这黑市，金老板说的值多少就多少，再敢废话，连车日鱼全都给你砸了。在这黑市，还没人敢得罪金老板。1两银子，金老板怕是还在做梦没睡醒。我这鱼叫极冻雪灵鱼，在这大雪封山的边关，它不仅是肉，更是能救命的热粮。你别说1两银子，就是你拿100两黄金来，我今天也不卖。不卖！臭娘们儿，你敢耍我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砸！找死！这几天顿顿高蛋白鱼肉的滋养，让我的体力和反应速度恢复到了巅峰。我楚明征的规矩，谁敢动我媳妇儿一根头发，我折他全身的骨头。不信的，上前一步试试。我是个生意人，懂得识人。眼前这个刀疤脸汉子，绝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顶级悍将，硬碰硬自己绝对吃亏。哎呀呀，这位军爷真是好身手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手下人不懂规矩，惊扰了夫人。既然不卖钱，那这位夫人，您到底想怎么交易？金老板是个明白人，我刚才说了，我这鱼不要钱，以物易货。我要10斤粗盐，30套过冬的棉衣，还有50斤上好的精铁。夫人，粗盐和棉衣好说，可这精铁是管制品啊，查得很严。50斤精铁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，您这要价也太狠了。金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垄断黑市上面能没有关系？再说了，蛮族马上就要南下打草谷，边关的富商大户哪个不急着囤肉过冬？我这200斤雪灵鱼要是放出去，多的是人抢。而且这只是第一批，只要你今天答应我的条件，以后每个月我给你独家供货500斤，让你彻底垄断这大冬天的鲜肉生意。这笔买卖你做不做？大冬天垄断鲜利润，绝对是精铁的10倍100倍。好，夫人果然是做大买卖的人，成交。50斤精铁，30套棉衣，10斤粗盐，我马上让人去库房提货。夫人，楚军爷，慢走啊！下个月的500斤，可千万别忘了老金我。大嫂，您太厉害了，不仅没吃亏，还把那黑心商人的精铁给弄来了。这要是打造成箭头和横刀，咱们小队在营里就能横着走了。娘子，你今天这手空手套白狼，把那老狐狸算计得死死的。我楚明征这辈子没佩服过谁，但今天我彻底服你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有了这些精铁和盐，咱们的基建才刚刚开始。楚明征，回去把兄弟们全叫上，我要给你们集体换装。集体换装？对，还记得咱们抓上来的那条30斤大黄鱼吗？它不仅肉好吃，它的鱼鳔可是熬制顶级强攻鱼胶的极品材料。明天我教你们怎么做大越朝最强的复合神臂弓。对于一个武将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一把绝世好弓更有吸引力了。哈哈哈，好，全听你的。大嫂，这鱼肚里的破泡泡腥味这么重，都熬了3个时辰了，到底有啥用啊？这叫鱼鳔，把它洗净去脂，慢火熬煮后就会变成鱼胶。这可是天下最顶级的粘合剂，用它来复合拓木和牛角，做出来的弓韧性和拉力是普通木弓的3倍。3倍拉力，大越朝最精锐的神射营用的也不过是单体100斤弓，若是真有3倍拉力，那岂不是能百步穿甲？这只是第一步。楚明征，把你打磨好的筋道片拿过来。石头，去把那几张大黄鱼的鱼皮和鱼鳞端出来。今天咱们不仅要造弓，还要做甲。大嫂神机妙算，这甲轻若无物，刀枪不入啊！
这鱼鳞甲和棉衣穿在里面非常舒适。林青，你赐我保弓保甲，犹如再造之恩。我楚明征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必以手中之功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快起来，护不护我的以后再说。蛮子快要南下了，咱们有了这些装备，才能在这边关活下去。听说楚明征这几天弄到了好东西，我便撺掇王总林和赵管事来找茬。楚明征，有人举报你们私藏精铁，违规打造军备，营里入洞要统一清查物资。你们这院子里的所有东西，包括那把弓，统统给本官交出来！哼！楚大哥，军规森严，私造兵器那可是谋逆的大罪。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让赵管部带走销毁，免得连累大家。就是青青，你一个流放的罪女，还敢唆使军户私造兵器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赶紧认罪吧！私藏精铁，私造兵器。赵管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私造兵器了？这不过是我相公为了抵御即将南下的蛮族，用打来的猎物换取的防身物件。少拿蛮族压我，这种事儿不用你们操心。拿下那弓，谁敢动？楚明征，你要造反吗？快把剑放下！赵管事，蛮族先锋骑兵离大营不过50里，你身为居胥官，不仅不发棉衣兵器，反而带人来抢夺我们自己弄来的保命之物。若蛮族明日破城，你赵管事拿什么去顶？拿你这身肥肉吗？放屁！防守是上面的事，你手里拿的精铁弓分明是管制之物，你不交就是违抗军令。赵管事，你说违抗军令？好啊，大越朝秩序统管法明文规定，凡战时或大敌当前，军士自备兵甲抗敌者，不仅无罪，反而有功。我倒要问问你赵管事，你今日强行收缴有功将士的防身兵器，意图削弱我大营防守战力，你是不是收了蛮子的黑钱，想要通敌卖国？胡说八道！你这毒妇休要血口喷人！本官只是例行公事。既然是例行公事，那就请赵管事上报大将军，说楚百户自备神弓，愿为先锋斩杀蛮子。若是大将军说这弓该缴，我们绝无二话。但今天谁敢硬抢，那就是通敌卖国的奸细。我相公手里的剑可不认人。今天这把弓绝对抢不走了，要是真闹到大将军那里，我平时贪墨军需的事绝对会被抖出来。好，楚明征，你有种，本官今天不跟你们计较，我们走。媳妇儿，你这张嘴比我手里的剑还厉害。大嫂太牛了，几句话就把那贪官吓跑了，咱们终于不用受这窝囊气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赵管事是个小人，明抢不行，肯定会来阴的。而且我观察这几天的风向，蛮子恐怕马上就要越境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有了你教我们做的这些神兵利器，只要他们敢来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光靠硬拼不行，打仗有时候跟钓鱼是一个道理，得学会打窝和溜鱼。走，进屋，我教你们一套全新的战术阵法。蛮族来了！蛮族的先锋骑兵越过黑水河了！快把城门死死堵住，谁也不许出营应战，让外面那些村镇的百姓自己逃命去吧。营外还有3个村子的百姓没有撤回，我们闭门不出，他们就成了蛮子刀下的鱼肉。给我开门，我带我的人去拦住他们。楚明征，你想死别拉上我们。蛮子这次来的可是50个精锐骑兵，你们小队才10个人，就算换了新弓，出去也是白白送死。就是青青，你家这莽夫要去送死，你也不拦着点儿。哦，我忘了，你们刚造了新兵器，正想去逞英雄呢。去吧，等你们死在外面，那把好弓还是会回到我相公手里。跟这群贪生怕死的懦夫废什么话？开门，我们自己去。媳妇儿，你留在营里。50个蛮族骑兵确实是场硬仗，但我楚明征就算是拼尽最后一滴血，也定把他们拦在葫芦谷外。拼血，那是最蠢的打法。我昨天怎么教你的？钓鱼第一步不是下水跟鱼肉珠簸，而是打窝。大嫂，怎么个打窝法？蛮族秋季来犯，图的是什么？是粮草。他们大雪天奔袭，人和马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石头，你们几个推着车，故意在葫芦杆的入口处撒下这些粮食和肉干，制造出运粮队慌乱逃跑、物资散落的假象。诱敌深入，蛮子看到满地的粮食，必定会像饿狼一样顺着痕迹追进葫芦谷。
而葫芦谷入口宽，里面却是一条死胡同。没错，这叫重饵诱巨物。等他们全都钻进那个狭窄的死胡同去抢地上的粮食时，你们就居高临下，用神异功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。有肉香，还有散落的细粮。头儿，是大越人的运粮车，看车辙印，他们慌不择路，逃进这个山谷里了。大越的懦夫连粮食都不要了！勇士们，冲进去抢光他们的粮食！就是现在，刺鱼，收网！放！有埋伏！继续！不要乱，上马，冲出去！射他们的马腿，封死谷口。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我们这些一直被欺压、被认为是炮灰的底层军户，居然凭借10个人全歼了50个蛮族精锐。媳妇儿，你的钓鱼兵法简直天下无敌。这叫知识就是力量，别傻乐了，把这些蛮子的弯刀和剩下的战马全部缴获，咱们凯旋！算算时间，楚明征那个穷鬼和林青那个小人，这会儿应该已经被蛮族踩成肉念了吧？真是活该！等蛮子撤了，我去给他们收尸，他们留在茅屋里的那些腊鱼和那件好兵器，可就都是咱们的了。怎么回事？蛮子打进来了！大姐，楚百户带着10个人全歼了50个蛮族先锋，连敌人的百夫长都被斩了。10个人全歼50个精锐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原本以为林青必死无疑，谁知道人家不仅没死，反而立下了天大的战功。王总旗、赵管事，我活着回来了，你们不是要统管军需吗？这200把蛮族弯刀和30匹战马，你看如何？楚百户神勇，这些战利品自然全归您自己处置。娇娇啊，看来你相公这总级的位子坐得不太稳啊。我们家穷，就只能靠多杀几个蛮子，多赚点军功来贴补家用喽。圣旨到，昨夜蛮族精锐犯边，意图劫掠村镇，大营将士奋勇杀敌，全歼蛮族先锋50骑，斩杀敌军百夫长，护境安民，功在社稷。钦差大人，昨日正是在下运筹帷幄，调度有方，指挥将士们英勇杀敌。是啊，大人，小人也带队巡逻了防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青青，你听见没？你家那莽夫拼死拼活杀敌，最后这大头功劳还不是落到我相公和赵干事头上？这就是权势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们2口子出门都没带。一派胡言！本官昨日微服私访，就在葫芦谷上方的崖壁上，是谁怯战闭门不出？是谁仅带10人挺身而出？本官看得一清二楚，容得你们在这里冒领军功？大人息怒，小人知错。哼！大敌当前，不仅不思退敌，反而阻挠将士出营。赵管事罚俸1年，降为火头军头目。王总旗御下不严，罚打20军棍，以儆效尤。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靠山，瞬间就倒了。百户楚明征，以少胜多，战法精妙，有勇有谋，特授正五品千户之职，赏白银500两。千户百户直接升千户，连跳3级。钦此。末将领旨，谢大人隆恩。媳妇儿，没有你的神臂功，没有你的打窝兵法，我楚明征早就死在蛮子刀下了。这印绶是你的，这银子也是你的，我这条命更是你的。在这个视女人为附属物的时代，这个男人却将最高的权力和财富主动交到了我手里，心中不由得一暖。行，印我收下了。既然咱们现在有钱又有权了，那就不玩小打小闹了。大嫂，您又有什么妙计？赚黑市的钱太慢了，你们看，天气开始回暖，冰面开始开裂，
用不了半个月，春汛就会到来。春汛一到，河水暴涨，冰层碎裂，到时候地龙就放不下去了，会被急流冲毁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玩一票大的。我要你用这500两银子去大营里招募1000个吃不饱饭的底层士兵。咱们要在这黑龙河的入水口建一座蓝河余粮。蓝河余粮就是趁着现在冰还没完全化，我们用粗木桩深深地打进河床，像栅栏一样横截大半个河道，中间留出缺口。缺口后方用几万斤的藤条编织成巨大的 V 字形漏斗迷宫。等春汛一到，成千上万的鱼群为了产卵，会疯狂地逆流而上。它们穿过木桩的缺口，就会自动跃入我们的巨型藤条迷宫里。到时候不需要鱼饵，不需要钓竿，鱼会像下饺子一样自己套进我们的粮仓。脑海中推演着这个宏大的画面，震撼的无以复加。若真能建成，一天捕捞的鱼恐怕不下数万斤，整个边关大营1年的军粮都不用愁了。这不仅是军粮，这是我们楚家军立足边关的底气。楚明征，你现在是千户了，拿着大印去招人，告诉那些饿着肚子的兄弟，只要来干活，每天管3顿饱饭，外加5文钱工钱。管3顿饱饭，还有工钱拿！天哪，楚千户是活菩萨呀！快去报名，去晚了就没名额了。建什么大坝，简直是胡闹！这黑龙河水流湍急，我看等春汛一到，大水肯定把他们全淹死。就是几根烂木头也想拦住春汛，等他们的大坝被冲毁，白花了几百两银子，我看楚明征怎么向大将军交代。林青，你别得意得太早，人力怎么可能胜过天灾？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。1、2、3，走！春汛爆发了！哎呦，水是这么大，我看那几根破木头连一炷香都撑不到。楚明征把钦差赏的500万全砸进去了，等大坝一塌，老子立刻去大将军面前参他一本劳民伤财、毁坏河道的大罪。就是一个莽夫还想搞什么水路工程，真是异想天开。青青啊青青，你不是自以为很聪明吗？等这几万斤藤条全被冲进下游，我看你怎么哭！到时候欠了一屁股债，还不是得跪下来求我们赏口饭吃？大坝晃了，大嫂，水太急了，木桩恐怕顶不住啊！慌什么？我设计的3角斜撑抗压结构就是用来卸力的。1队、2队拉紧岸边的固定主绳，3队往下游的漏斗区抛沙袋加固。只要木桩不断，大坝绝不会塌。都听林娘子的指挥，稳住阵脚，我们这半个月的血汗绝不能白流！拉紧绳子，死也要保住大坝！来啦！媳妇儿，什么来了？春季回游，鱼群来了，全军听令，准备抄网和水桶，准备迎接大丰收。天哪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么多鱼，这得有几万斤啊！别发呆了，还不快干活！今天谁捞的最多，今晚赏他吃个最大的鱼头！兄弟们，发财了，捞啊！捞肉吃，跟着大嫂有肉吃。这是我们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实打实的财富啊！这不可能！随便搞几根烂木头，怎么可能抓到这么多鱼？这少说也有上万斤啊！那得换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啊！我本想看林青破产要饭，结果林青这一网下去，抓上来的财富比我相公10辈子贪的都要多。不行，凭什么这种好事儿全归了他们？赵管事，这黑龙河是咱们大营的地界，里面的东西自然是营里的。咱们这就带人过去，把这些鱼全部以军需的名义征缴过来。对，楚明这就算升了千户，也得受我这后勤的管辖。走，带人去收鱼。楚明征，给我住手！赵头目，你不在火头兵里烧火，跑来我这里做甚？
楚千虎，既然你用大营的水域捕了这么多鱼，按照规矩必须全部上交后勤库房，由大营统一分配。来人，给我拉车装鱼！我看谁敢动！林青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是边关的规矩。你想独吞这么多军需，是想造反吗？规矩，好，我们就来讲规矩。建这座鱼梁的木材，是我们楚千户用皇上赏赐的500两白银，向大营后勤按市价买的。这里有你的金章，这上千个兄弟的口粮和工钱，全是我们私人出的。大营没有出过半点人力物力。大越朝军屯法白纸黑字写着：自掏腰包开荒屯田，开渠捕鱼者，其产出前3年免交军税，全归私人所有。赵管事，你想空手套白狼，抢我们流血流汗换来的劳动伙食，你问问他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你们这是敲诈大营！大营现在身为缺粮，难道不该无偿奉献吗？奉献你大爷！我们拼死建大坝的时候，你们在看笑话，现在出鱼了，你来谈奉献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赵管事，大营缺粮我们可以给，但不是抢，是买。看在同胞的份上，我给后勤打个8折。你要几万斤，就拿几万斤的真金白银、金铁药材来换，概不失账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不买！我看你这么多鱼放坏了，怎么收场？不买拉倒！京城那些大商行的掌柜早就等在黑市了。这么好的野生雪灵鱼，做成风干腊鱼运到京城，10倍的利润都有人抢着要。石头，送客！谁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按私人财物罪，当场打断腿！大嫂，想不过，讲理又讲不赢，彻底崩溃了。媳妇儿，有了这批鱼和换回来的物资，我们的先锋营马上就能扩建成整个边关最强的铁骑了。招兵买马只是第一步，马上就是入夏，咱们要开始屯田基建了。我要让这苦寒的边关变成咱们自己的粮仓。黑龙的春训大丰收，彻底改变了我们这支千户营的命运。金铁要反复淬火，用鱼胶粘合拓木的时候，一定要等胶完全渗入木纹。内甲的鱼鳞必须用碱水泡透，打孔要均匀。大嫂，第一批1000套鱼鳞内甲和神翼弓全部完工了。好，立刻让兄弟们换装。今天我要看看咱们楚家军的真正实力。原本以为跟着王总旗能吃香喝辣，结果现在天天啃干窝头。相公，你看林青那个小人，他现在天天大鱼大肉，还指挥上千人给他干活。我听说他今天用鱼换了整整1000匹战马和上万斤精铁，这么多军需，连大将军看了都眼红。有了，楚明征今天去前线巡视防务，大营里现在只有林青一个女人看着那些物资。大越律令私自倒卖战马是大罪。赵管事的意思是我们去举报他走私军马？对，咱们现在就去请执法营的李校尉。李校尉早就看楚明征不顺眼了，只要咱们给林青扣上走私军马的死罪，当场把他拿下。等楚明哲回来，他老婆都在大牢里了，那些装备和战马还不是得乖乖交出来保命？太好了，我要亲眼看着林青被扒下那身好衣服，被扔进大牢里吃馊水。李校尉，就是他，这个流放的罪女竟然敢瞒着大营，私自用鱼去黑市走私战马和精铁，这是谋逆的大罪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拿下！所有战马和精铁全部查封上交！我看谁敢动大嫂！怎么，你们这群底层的士兵也想跟着他一起造反吗？抗拒执法，就地正法！走私军马，赵头目、王大头兵，你们2个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凡事讲究个证据。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走私了？证据就在眼前，大营根本没有拨给你们战马，这些马不是你私下交易来的，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李校尉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抓人！青青，你这次死定了，乖乖认罪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京城钦差大人亲自批复的边关护市特许令，白纸黑字写着：我楚家军以自产渔获
合法交换商贾物资，充作军资，免税免审。这哪里是走私，这分明是钦差大人钦点的合法买卖。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怎么会给你这种特权？因为大越朝鼓励自给自足，而不是像你们这样只会趴在士兵身上吸血。李校尉，你身为执法官，不分青红皂白受这2个小人挑唆，带兵冲击我千户大营，意图抢夺合法军需，你该当何罪？混账东西，竟敢拿假情报诓骗本官！林夫人，误会，这全都是误会。什么声音？蛮子打进来了！我楚明征的营地，也是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楚千户饶命！下官是受了这2个狗东西的蒙蔽，绝对没有对尊夫人不敬啊！心里的嫉妒彻底变成了极度的恐惧。我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只能仰望这个女人了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这帮小人没吓着你吧？就凭这几个蠢货也想吓住我？不过你回来的正好，这几个人擅闯千户营，意图抢夺军马，按军规该怎么处置？按大越边军律，以下犯上擅闯军营者，一律革除军籍，打50军棍，发配苦役营砸石头，终生不得离开。哼！不，楚千户饶命啊！李青，我们是好姐妹啊，你帮我求求情吧！好姐妹，当初你嘲笑我挑了个穷鬼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！拖下去！兄弟们，这身铁甲，这匹战马，全是我夫人带我们用血汗换来的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动我夫人一根汗毛，我楚家军必让他永世难安！听见没有？誓死效忠千户，誓死保卫夫人。这富足的粮仓，终究还是引来了北方贪婪的恶狼。启禀副都统，蛮族大汉亲率3万主力铁骑倾巢而出，距离黑龙北岸已不足30里。什么？3万主力？3万铁骑啊！咱们这大营满打满算也就1万来人，怎么挡得住啊？黑龙河刚好接了出兵，他们肯定是想踏兵强渡，直取咱们的粮仓。传令下去，全军立刻收拾细软物资，放弃大营，退守后方50里的雁门关。不可！刘大人，大营身后就是3个村帐的数万百姓，我们若是此刻撤退，百姓根本来不及转移，必然沦为蛮族刀下的亡魂。身为大越军人，怎能畏战先怯，抛弃百姓？楚明征，你一个小小的千户，敢叫本官打仗？那可是3万铁骑，你那3000人塞牙缝都不够。本官这是保存实力，你若想送死，你自己留下，全军立刻随我撤退。兄弟们，主力撤了，官老爷们跑了。现在，黑龙河南岸只剩下我们这3000人。但我们的身后，是我们的父母妻儿，是我们用血汗建起来的家园。我楚明征决定留下，死战不退。有谁想走的，现在放下兵器，我绝不阻拦。吃楚家军的饭，流楚家军的血，誓死追随千户，死战不退，不退，死战不退。听这震天的怒吼，这不是被逼迫的呐喊，这是我们用劳动和纪律淬炼出的绝对忠诚。这就是我选中的男人，顶天立地，无愧于心。大越的主力早就吓破胆跑了，就凭着区3000人，也想挡住本豪的铁蹄？去，
去南岸给那个不知死活的大越将领传话，让他们立刻放下武器，把粮仓交出来。本汗可以考虑留他们全师，否则明早大军踏兵渡河，定叫他们鸡犬不留。大越的首相，听着，大汗有令，回去告诉你们大汗，大越的土地寸土不让，有种就踩着我楚明真的尸体过去，滚3天对3万，且蛮族且蛮全是重骑兵。一旦明天清晨冰层冻得更厚，3万铁骑冲杀过来，在这平坦的冰面上，我们根本无险可守。媳妇儿，等会儿我让石头带一队人护送你先撤去后方。撤什么撤？媳妇儿，你笑什么？这可是3万大军啊！3万大军不，在我眼里，那是一群饿极了眼、即将暴护的超级巨物。大嫂，这时候您就别拿咱们寻开心了。这河面一结冰，咱们连地龙都下不了，怎么抓这些巨物啊？大脑中现代力学与钓鱼法的知识在疯狂运转。谁说抓鱼只能用地龙？你们看，这冰层现在只有3寸厚，承载单人单骑免可以。蛮族大汗不傻，他知道现在过河冰会碎，所以他一定会等到明天黎明前1天中最冷的时候，冰层冻结到半尺厚以上，再发起全军冲锋。没错。骑兵冲锋需要足够厚的冰面支撑，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！钓鱼的最高境界不是跟鱼比力量，而是改造地形。既然他想要一块完美的冰面，那我们就送他一块完美的冰面。立刻传令全军，今晚不睡觉，带上所有破冰的铁镐、凿子，还有我们之前熬剩下的所有滚烫的热鱼油。我要你们趁着夜色潜入河道中央，在冰面下方给我凿出一条横跨整个河道的受力断层线。但记住，表面绝对不能凿穿。必须保持冰面的完整。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是你要人为制造一个巨大的冰层陷阱？不仅是陷阱，这叫物理超度。几万匹战马同时奔跑的共振，加上半空心的冰层，只要他们敢踏进河中央，我就能让他们瞬间下地狱。可是大嫂，就算冰裂了，蛮子的重骑兵反应极快，后面的大军完全可以勒马停下啊！问得好，钓巨舞怎么能少得了打窝和半线呢？楚明征，你带1000人。将这些牛筋绳和铁蒺藜全部埋设在南岸的冰面下方，做成水底绊马索，再派几百个兄弟在冰面上撒满用雪遮盖的豆子和草料。明天一早，只要前面的战马一摔倒，后面的骑兵为了抢草料和冲锋，必定会发生连环踩踏。干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，干活！大越的残兵估计现在正在南岸抱着头哭呢。传令全军饱餐一顿，明早卯时冰层最后之击，全军出击，碾碎他们。想吃我打的窝子，明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钓鱼佬的最强场控。大越的软骨头们听着，你们的主力早就吓尿裤子跑了。本汗给过你们投降的机会，既然你们不识抬举，今天本汗就用3万铁骑把你们连人带弓地踩成肉泥。勇士们，大越的粮仓就在对岸，杀过去，抢光他们的粮食。500步，300步。大嫂，他们冲进河道中央了！这些该死的畜生，他们饿疯了，根本拉不住。有陷阱！不要停！那是大越人的诡计，踩着他们冲过去，停下就是死！咬钩了，鳄鱼，放火箭！放！救命！大汗，救命！水里好冷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固若金汤的半尺厚冰清，怎么会突然整齐地裂开一个如此巨大的窟窿？这根本不是人力能做到的。妖术，南岸有妖女，快撤！全军后撤！想跑，进了我林青的窝子，还想切线跑鱼？楚明征，该你收网了！鲁家军听令，抛射压制，不投降者杀无赦！部长，我不投降，不要射了！我不想冻死在河里，大越爷爷饶命啊！站起来，你们这群懦夫！我是大汗，跟我冲！你冲个屁！
楚将军活捉了！不可一世的3万主力铁骑，不到1个时辰，全军覆没。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大捷，史无前例的大捷！大嫂，千户大人，咱们俘虏了12000名蛮族士兵，缴获战马15000匹，完整的铁甲短刀不计其数，咱们发大财了！媳妇儿，这么多的俘虏和战马，咱们这3000人恐怕看不住。若是刘副都督带着主力回来抢攻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刘副都督，他逃跑的时候是个官，现在他不过是个临阵脱逃的死囚罢了。楚明征，立刻派800精锐押送蛮族大汗带着缴获的战马，连夜赶往京城，绕过边关的所有上级，直接去敲皇宫外的登闻谷，向皇上献俘。越级献俘，你要把这通天的战功直接砸在皇上脸上？没错，这不仅是为了保住咱们的劳动果实，更是为了彻底接管边关。既然官老爷们不要这大好河山，那从今天起，这边关的规矩就由咱们楚家军来定。这帮懦夫在雁门关躲了半个多月，以为大营被踏平了，才敢偷偷摸回来捡便宜。这怎么可能？大营怎么还在？这绝对是蛮族撤退时遗留的物资，或者是楚明征走了狗屎运捡来的。这些战马必须是我的！全军听令，给我进营！楚明征何在？本将回来视察防务，尔等速速出营迎接。刘大人，逃跑的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回来抢功，鼻子倒是比狗还灵啊！放肆！你一个流放的罪女，竟敢辱骂朝廷命官！楚明征，本官问你，营外那1万多匹战马是从何而来？是不是你暗中通敌，拿我大越的军机情报换来的？哈哈哈！你放屁！那是我们千户带着我们在黑龙河上拿命拼回来的战利品！反了！敢对本将动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楚明征意图谋反，立刻将他拿下！那些战马全部由本将接管，押送回京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！我看谁敢动大越的护国功臣！下官参见钦差大人，大人来得正好。楚明征意图谋反，私吞战马，下官正要将他拿下审问呢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楚千户是皇上亲自御批的护国大英雄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污蔑他？楚明征，临清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边关守将楚明征以3000兵力全歼蛮族3万主力，生擒敌酋，扬我大越国威，此等不世之功。特封楚明征为镇国大将军，正2品，赐上方宝剑，统管北方3省全部兵马。镇国大将军，天哪，这是武将的最高荣誉！楚门林氏虽为罪臣之后，但深明大义，传授巧计，修筑余粮，又献奇谋，巧借冰河破敌，实乃巾帼不让须眉，朕心甚慰，特免除其罪奴之身，封为1品诏命夫人，并赐予边关30里黑龙河的渔业专营权，特许开展互市，造福一方。钦此。民妇领旨，谢主隆恩。大将军饶命，下官是一时糊涂，求大将军网开一面。刘副都统，你不战而逃，按照大越军法，本该处死。皇上念你祖上有功，免你死罪。即日起，褫夺一切官职，发配西北苦役营，终身杂事开荒，不得赦免。来人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押下去。不，我不去苦役营啊！兄弟们，这天下太平是我们用命拼出来的，但这吃穿不愁的安稳日子，是我夫人带着大家用双手干出来的。从今天起，边关再无战事，咱们跟着夫人开荒、打鱼、搞互市，把这边关变成咱们大越最富庶的江南。大将军威武，开荒打鱼，搞互市。哎，明征，你这饵料和的不对啊，水太多了。媳妇儿教训的是，这和面打窝的功夫，确实比杀蛮人难多了。入水就化了，怎么能把鱼留在窝子里呢？我再加点粗粮粉揉一揉。大将军，您这可是拿尚方宝剑的手啊！现在天天给咱们夫人和面团，这要是让京城那些文武百官看见了，下巴都得惊掉。他们懂个屁！男人不能只会打仗，闲暇时只要我媳妇儿开心，干啥都乐意。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满足。从风雪发配路上的半个冷硬魔头，到如今富甲一方、手握重兵的护国神将，我们没有靠任何神明和法术，全凭自己，硬生生在这绝境中吊起了一个盛世乾坤。
别说话，看飘，有巨物咬钩了。